两个小孩只是想掏个蚂蚁窝，却不曾想刨出一颗战时遗留炮弹。不是老师送不起，而是校长更有性价比。初生牛犊不怕虎，手捧炮弹反校长。当校长看到炮弹那一刻，他吓得立马报警，还顺带修改了校规，以后不许体罚学生，不准收受贿赂，更不能收受火箭、炮弹等礼物。事后叔叔还特别交代，以后对学生好点，他们今天敢送炮弹，明天就敢送火箭。大型纪录片教师节最牛逼的礼物持续为你更新。呀，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被埋在这里？不知道呀。看着比钢筋粗，又比钢管短，我也看不出这是什么。哎，甭管是什么了，咱把两边嘟土都刨掉，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说的也是，挖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这种挖宝的刺激感，顿时让俩人都是兴奋不已，挖得可卖力了。行了，可以了，我来把它弄出来。出来了。哦！潘林看着眼前的金属长筒，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卧槽，炮弹！什么？一旁的小伙伴也是瞬间被吓到了，后退了2步。这就是炮弹吗？会爆炸的那种炮弹？潘林此刻手也是有些抖的，腿都有些软了。没错，确实是炮弹了。至于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它不会爆炸吧？应该不会，我们弄了这么久都没炸，那就不会炸了。小伙伴将信将疑朝炮弹凑了过去。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在这一刻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炮弹耶。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炮弹呢，以前也只在电视里和博物馆里看过。我也是，就在博物馆看过。不过我看这个不像上次我在博物馆里见的那个迫击炮，比那个长好多。这又是个什么炮啊？我也不知道，比迫击炮长，但是又没有榴弹炮那么粗，我也没见过这种炮弹。对了，潘林，这个炮弹我们要怎么处理啊？要交给叔叔吗？当然了，不报警还能怎么办？难道交给班主任？说到一半，潘林忽然顿住了。是哈，这个事情张老师也管不了吧？还是得交给叔叔好，说不定叔叔还能给我们发奖状呢。不，张老师或者是处理不了，但是我觉得校长可能就能处理了吧。校长吗？他还管这个事情吗？当然了。潘林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咱这学校里的事情都归校长管，咱们这炮弹那不就是从学校挖出来的吗？他怎么能不管吗？但是没有但是，潘林直接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送到派出所去，那得跑多远啊？而且奖状有什么用？咱们交给校长，再让校长报警，叔叔就肯定更重视呀，说不定咱们还能停几天课呢。停课交给校长，真的能停课？对于学生来说，还有什么比不用上课更有诱惑力的呢？当然了，校长亲自报警，派出所哪敢不重视？肯定要派人过来检查附近还有没有炮弹呀。毕竟万一炸伤了人，那可就是校长的问题了。好，咱们就交给校长去，让他给我们停几天的课，让叔叔来找炮弹。走，咱们把炮弹送到校长的办公室去。说完，俩人就抱着炮弹往校长室去了。很快，二人来到了校长室门口，小伙伴正准备上去敲门。哎，等等！潘林单手拿着炮弹，另一只手赶紧拉住了小伙伴。怎么了？还有什么是比不上课更重要的？咱们不能送礼，不能这么莽撞的。你送过礼吗？没有呀。送礼还有什么讲究吗？当然有了，惊喜。送礼就是讲究一个惊喜啊。我们上去就把礼物掏出来了，这岂不是让人家连期待礼物的惊喜都没有了吗？你过生日收礼物的时候，是不是拆礼物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小伙伴听了顿时恍然大悟，随即深感认同的点了点头。潘林，你说的对，期待礼物的时候是最惊喜的。随即潘林将炮弹反手拿着给藏到了身后。这样就行了，你敲门吧，咱给校长送上一份大礼。好，一想到待会儿能不上课，我就高兴了。潘林心里也是激动不已，小时候连老师都不敢得罪来着，更别说是校长了。这重活仪式还不得给这帮老师们枯燥乏味的生活添上一些色彩吗？请进。校长见两人进来，顿时露出了平易近人的笑容。两位小朋友，你们是几年级几班的呀？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们是1年级1班的。哦，1年级的小同学呀，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一旁的潘林当即上前2步。校长，您辛苦了，这不是马上教师节了吗？我们是来给您教师节送礼物的。教师节礼物？这一刻，校长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教师节礼物啊，自己有多少年没有收过了？那还是好多年前，自己还在当老师的时候才收过的。自从一路升迁当上了校长，那就再也没有收过教师节礼物了。而今天居然再次有学生来给我送教师节礼物了。教师节礼物不是应该送给你们的老师吗？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老师到时候肯定是要送的，毕竟老师教我们都很辛苦。但是校长您要管着整个学校呢，肯定更辛苦呀。所以我就觉得应该给校长也送上一份教师节礼物。听了潘林的话，看着潘林那背在身后的双手，校长都不禁有些泪目了。是啊，身为校长，辛苦是肯定的。往年年年看着老师们收教师节礼物，但我这个更加辛苦的校长却是什么都没有，估计都没几个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这哪里能不吃味呢？现在自己面前这2个才入学没多久的1年级小朋友，居然体会到了我当校长的不容易，还给自己准备教师节礼物，怎么能让我这个校长不动容啊？校长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来到了2个孩子面前，蹲了下来，无比欣慰地说道：你们都是好孩子，校长谢谢你们了。看见你们能记得校长的辛苦，我就已经很欣慰了。礼物不礼物的都不重要了。那怎么行呢？校长，我们都准备好了，您怎么能不收呢？这我们不是白挖，白准备了吗？很辛苦的。校长听了也是苦笑了一下，心里顿时感觉更加的欣慰了。看看我的学生为了让我收下教师节礼物，都用上苦肉计了，多好的孩子！好，我收还不行吗？但随即校长又想起了什么。但事先说好，太贵重的礼物我可是不能收的，毕竟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我也不能坏了规矩，不是？校长您放心，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就算是交给叔叔也奖励不了多少钱的，您放心收下就是，绝对不会让您犯错误的。潘林这句话一出，校长顿时脑子就懵了一下。什么叫交给叔叔也奖励不了多少钱？这礼物跟叔叔还有关系了？奖励又是个什么鬼情况？这学生到底是给我准备了个什么礼物啊？正想着，校长就看见面前这个半大的学生双手捧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长筒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我操！小孩每次掏蚂蚁窝都能掏出一颗炮弹，可他和同伴却转身送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起先还以为是教师节礼物，不曾想这次差点见了太奶，吓得他推走毛孩直接报警，顿时全校大乱，一辆辆特殊警车迅速。卧槽，俺的娘呢！这你们是从哪弄来的？学校操场外面，嘿嘿，我们在那边挖到的，看着是个稀罕物，就给校长您送来了。听我说，我谢谢你啊！你特喵的给我送来干嘛？你打电话报警不好吗？还稀罕物，这要是炸了，我就成稀罕物了。这也许是我离太奶最近的一次，也是副校长离校长最近的一次吧。亏得我刚才还以为是教师节礼物在那感动呢，现在看来感动太早了。快！校长克服着自己的腿软，使劲抖了抖。还是别快了，慢慢的把这个放到地上去。没事的，校长，我知道您很着急，但是您先别急。对，校长您别担心，我们拿着一路小跑过来都没有事情的，不会爆炸的。我知道。校长嘴都快急得气泡了。我知道你们都很勇敢，知识面很广，但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咱们先把炮弹放下，其他的事情等会儿再说。见潘林将炮弹放在了地上，校长这才松了口气。快！我们快出去！二人被校长推着，一步一步慢慢的出了校长室。校长真不用害怕，那炮弹真的不会爆炸的。啊，对。我知道你们很勇敢，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冒险，要小心为上。我觉得校长说的对，谁知道学校里买了多少颗炮弹啊？这话一出，校长顿时踉跄了一下。什么？炮弹还不止1颗？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颗，我们就挖到了1颗，但是我们也没挖多少地方，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对，要不我们带校长过去再挖挖看。杀！不行，绝不能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我立马报警，让叔叔来处理。说完还不放心的吓唬了一下他们。要是你们再过去挖，待会儿叔叔得给你们抓起来。叔叔还会抓我们吗？小伙伴一听顿时惊了。我们肯定不去了。很快整个校园都开始轰动了起来，所有学生被安置到了大广场上，严禁所有学生前往操场附近。潘生、张烨
这边。不远处看到他们二人的班主任赶紧招手喊他们过去了。你们俩去哪了？怎么午休室没看到你们？哦，我们去玩了一会儿来着。行吧，赶紧归队吧，叔叔一会儿就要来了，你们别乱跑了，现在学校里面不安全。哦，好的，老师。说完，潘林就拉着张燕回班级队伍了。而此刻，所有的同学都是议论了起来。学校是闯进了劫匪吗？不会，应该是发现了传染病。有没有可能是地震来了？你们说的都不对，是学校里面被挖出了一颗炮弹。炮弹？你怎么知道的？你不也和我们一样是瞎猜的吗？怎么可能？我能跟你们一样没有证据就瞎说吗？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别说是老师说的，我问老师，老师刚才都没有告诉我。哼，因为那颗炮弹就是我和潘林一起挖出来的。江夜，你吹牛也不打草稿的吗？你知道排爆是件多难的事情吗？没见过排爆，难道电视剧你都没看过吗？在这吹什么牛呢？哼，你们等着看吧，到时候校长肯定会全校通报来表扬我们的，到时候我看你们在校。这时，二班的班主任朝着一班走了过来。陈老师，你班上的学生可真是精力旺盛啊。是啊，还是当小孩子好啊，无忧无虑的。你爸有没有跟你说那炸弹是怎么被发现的？没有呢，我爸这会儿正忙着呢，你知道吗？我听说是2个学生从操场上挖出来的。什么？学生怎么敢挖那东西啊？而且操场我们之前不是翻修过吗？也没发现什么弹啊，你这消息准不准啊？我还能骗你吗？虽然你爸爸是校长，但是我在教导处也是有熟人的，好不好？消息肯定不会错的。好吧，那知道是哪个班的学生吗？哪个班我就不知道了，只要不是我班上的就行，要不然得被上面骂死啊。要是学生，那肯定也是高年级的学生啊，怎么可能是我们1年级的学生呢？1年级的学生挖到炮弹，你觉得这可能吗？你说的也是，应该是高年级的学生，就是不知道是几年几班。不管是几年几班的，这回估计有人要挨滋了。呵呵，到时候说不定又要过来找你，让你帮着说话了。可别，要是其他事也就算了，这学生趁着午休去操场挖炮弹，这事儿我可真不敢求情，要不然非得被我爸骂死不可。哈哈哈，是啊，这事儿确实有点大了，你都不好求情，谁班上要是有个这样的学生，那可真够操心的。陈老师点了点头，随即眼神欣慰地看了一眼自己班上的学生。还是带低年级的学生好啊，虽然有点淘，但他们惹不出大事来啊，什么高年级外面打架之类的事情，几乎完全不用担心啊。很快，一阵警笛声从校外传来。7岁的学生去给校长送礼物，校长却不惜反击，只因学生送的是一发刚出土的炮弹，校长直接吓得直呼太奶，顿时全校轰动，不仅诱使特殊警车火速前来，还吸引了无数媒体争相采访。我听明白了，就是有2个学生午休的时候去操场那边玩，然后挖出了颗炮弹，就送到了你的办公室里去，对吧？对，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立刻疏散学生？先别疏散学生，这学校里还有没有炮弹谁也不知道，万一学生乱跑再碰到了，那就是大事了。这样吧，我先派人去你办公室检查一下那颗炮弹的情况，然后你把挖出炮弹的那个学生找来，让他带我去看看现场，如果没发现其他炮弹，那就可以疏散学生，然后转移炮弹了。好，一切都听您的。小赵，穿排爆服，先去确认一下炮弹的情况。好的，头。校长，咱们也走吧，带我看一看那位挖出炮弹的小英雄。好，我这就带队长您过去。哎，校长跟特警队长好像朝咱们这边过来了呀。是啊，你说这是不是来找那个挖出炸弹的学生的？说不定还真是来找那个学生的，毕竟只有他知道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呀。等会儿看看是哪个倒霉老师带了一个这么淘的学生。伴随着2人在学生群体中穿梭而过，来到了靠近低年级群体的时候，陈老师的心里顿时有点慌了起来。爸爸的眼睛咋时不时朝我这边瞟啊？不会真是我班上的学生吧？刚才还在嘲讽人家来着，不会吃瓜吃到自己头上来了吧？很快，校长带着特警在一班的人面前停下了脚步。爸爸，有什么事吗？工作时间别叫我爸爸，叫我校长。那校长，您有什么事吗？我要带2个学生走。这话一出，陈老师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实锤了，这炸弹竟然还真是自己班上的学生挖出来的，造孽啊！此刻人群中的张燕那昂首挺胸的样子，
简直不要太明显啊！你小子居然还一脸骄傲，你知不知道老师我都被你害惨了？对，就是这位同学，出来一下。看吧，小爷我没骗你们吧？小爷我就是这么牛。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啊！陈老师愣了一下，感情这事儿还不是一个人做的，而且2个人竟然还都是自己班上的。在这呢。这时，缩在人群中的潘林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对，就是他。行，2位小朋友别紧张，叔叔想找你们帮个小忙，行吗？没问题，帮助叔叔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哟，小朋友还知道公民呢，那就谢谢我们的小少先队员了。那这位小朋友呢？行呗，不就是小忙嘛，正好无聊。好，那就先谢谢2位小朋友了。小朋友，这午休的时候，你们怎么会去操场那边挖土呢？哎，别提了，本来准备趁着午休去掏个蚂蚁窝玩的，结果谁知道掏出了个炮弹来，我也很无奈啊。潘林的话一出，校长和特警皆是一顿。掏蚂蚁窝，你掏出了个炮弹，这事儿还能更离谱一点吗？呵呵，那你还真是无奈了。是啊，本来就是想玩玩的，谁知道遇上这事儿了。校长，你们建学校种树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检查一下吗？这学校里怎么还有炮弹了？这话一出，校长直接脸就绿了。你把炮弹送到我办公室也就罢了，怎么还怪上我了呢？这些炮弹都是战时遗留下来的，深埋地底，要是没有专业的设备，确实是很难发现的，也不能怪校长的。行吧，就先原谅校长了。校长听了，心里顿时下起了6月飞雪。我是校长，又不是种树的，我怎么知道地下有炮弹了？这本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事情，现在怎么就搞得像是我的问题了呢？你小子是真的懂栽赃嫁祸的。这种地方的确是很难发现地下埋有炮弹的，再加上种过树，已经是把土翻过一遍了，当时没有发现，现在就更难发现了，是吧？行了，地方我也知道了，你们就先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马上安排人过来检查。好的，辛苦你们了，那我就带着学生先过去了。去吧。一定不能告诉同学们，学校里可能还埋有炮弹，知道了吗？哎呀，校长，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们知道了。潘林这小子的确是稳重的有点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你骂我放心，但是张烨啊，你也要记住啊，不然肯定要引起同学们的恐慌的。到时候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那可就是大事啊。张烨同学，你也不希望同学们出事吧？张烨听了也是十分勉强的点了点头。这校长官腔打多了吧？你跟一个孩子谈大局观有啥用？张烨啊，你要知道，英雄在被大家知道之前，总是要经历一段委屈的嘛。你回去之后就跟同学们说，叔叔要求保密，不能告诉你们。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就先不告诉你们。你看，这样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明面上保守委屈，暗地里为了大家安全而含冤受辱、艰苦工作的高大形象，这不是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吗？我主要不是为了什么形象，而是为了同学们的安全。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还是同学们的安全最为重要嘛。一旁的校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操，这小子以后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了，这简直天生就是干传销的料啊！这洗脑手段连我都拍马不及啊！待会儿非得跟女儿说说，这孩子得看管得严一点了，要不然以后到了外面那可就是大祸害了。随着警车的出动，很快无数的记者和自媒体博主们全都像是闻见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全都奔向了学校。我重生到一个7岁的小孩身上，开局手拿炮弹送校长，不仅引起当地特警的高度重视，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巨大轰动。视频一经流出，小学生手拿炮弹送校长这个新闻，一夜间就席卷了整个网络，瞬间登顶热搜榜。但我却意外开启了3号学生系统，检测到宿主手捧炮弹送校长，收到来自校长的真诚感谢+1。3号学生系统已绑定，当宿主获得他人的真诚感谢后，便会收获感谢币，感谢币可用于抽奖，获得各种技能。加油吧，宿主！请多多帮助他人完成系统任务，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3号学生吧。我操，校长的那种感谢也能叫感谢？您这个感谢他正经吗？此刻，倒霉的校长正在接受一次让他难忘终生的采访。校长，请问学校现在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吗？必须让学生们提前放学，甚至是特警部队都过来了。因为在校内发现了一枚当年战争遗留下来的炮弹，为了做全校排查，就紧急疏散了学生们，给出空间让特警们转移炮弹。炮弹！记者闻言也顿时是被惊了一下。学校里发现了战时遗留的炮弹，请问校长，有学生受伤吗？没有，所有学生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们一发现炮弹，就立马对学生进行了紧急避险。那就好。那请问校长，
这枚炮弹是怎么发现的呢？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呢？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里会有炮弹，学校也没有专业的设备，很难发现得到地下有炮弹这种事情，而且发现的地方也比较偏僻，所以就更难发现了。那请问一下校长，今天是怎么发现这枚炮弹的呢？这个因为2个学生在午休的时候在那边玩，十分偶然的才挖到了这枚炮弹。记者听了点了点头。所以之后这2名学生就报告了老师，然后老师报警了，对吗？校长才摇了摇头，语气有点无力。并不是，他们没有报告老师，他们把炮弹直接给挖出来了。直接给挖出来了？然后呢？他们把炮弹拿去哪里了？拿去玩了吗？校长闻言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他们把炮弹直接拿到了我的办公室，说是送我的教师节礼物。我们是专业的记者，工作中是绝对不会笑出声的，除非憋不住。而后面扛着摄像机的摄像大哥，那是捂着嘴，肩膀一个劲的抖着，镜头画面都花了。可，那2个给您送炮弹的学生，知道那是炮弹吗？校长无力的点了点头。知道，他们知道那是炮弹。知道啊，他们知道，这么还敢拿着送到您哪里去？他们不怕爆炸吗？校长听了苦笑了一下，他们说那炮弹不会爆炸的，所以就拿过来了。不会爆炸？他们这么知道那个炮弹不会爆炸？校长听了心里苦涩无比。他们说他们挖了那么久，还一路拿着炮弹小跑过来了，都没有爆炸，所以肯定就不会爆炸了。校长的话一出，在场的人瞬间沉默了下来，无人不感叹，这名学生可真勇猛啊，这要是放在古代，长坂坡都得被他杀个7进7出啊。校长，请问一下，这2个挖出炮弹的学生是几年级的孩子？校长听了也是无奈，1年级的新生。1年级？管这么多孩子，您这位校长真是辛苦了。好人，总算有人能体会我有多心累了。在其位谋其政嘛，谁让我是校长呢？这些孩子逃是逃，但是看着他们渐渐长大，我也很有成就感的。校长，请问一下，当您看见学生送到您办公室去的炮弹，有没有害怕？您当时是个什么反应？这问题也是顿时让校长呼吸一滞。这我被吓了一屁股墩的事情能告诉你吗？亏得我刚才还对他产生了认同感了。这个记者坏得很呐，专往人心窝子里捅啊。校长表情僵了一下，苦笑着说：惊肯定是被惊了一下的，但是我也是很快采取了紧急措施，这不立马就喊来了特警排爆队。您做得很对，校长，我们想要拷一段监控，就是那2个学生将炮弹送进您办公室的视频。校长刚想拒绝，但记者那是丝毫不给他机会啊。我们想利用这段视频告诫一下各大学校以及家长们，让他们也教育一下孩子，发现了炮弹绝对不能去动它，应该立即报警，以免自身受到伤害。不知道校长能不能将视频拷给我们？你都这么说了，我特喵的还怎么拒绝啊？教育广大学校和学生家长，这要是拒绝了，我还能在教育界混吗？潘林同学，我真是谢谢你啊！我要在整个教育界长脸了。随即，校长朝着记者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当然，身为教育工作者，要是能告诫一下学生家长们和各个学校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那就谢谢校长了。您用您自身的事迹来加强了广大学生们的身体安全，我相信家长们都会谢谢校长您的。不用，我本来就是教育工作者，应该的。可校长万万没想到，视频一经流出，小学生手拿炮弹送校长这个新闻，一夜间就席卷了整个网络，瞬间登顶热搜榜。我只是手拿炮弹送校长，却意外引来无数媒体采访直播，而这颗炮弹也瞬间成了全网焦点。本以为就是一枚小炸弹而已，没想到这炮弹居然这么长，难怪他们一直说是炮弹了，说炸弹真是侮辱了人家啊！此时，一旁的自媒体的直播间也瞬间炸了。哈哈哈，这大概是这位校长收到过的最特殊的教师节礼物。666啊，这怕是第一个给校长刷火箭的学生吧？这学生分分钟就是榜一大哥啊！哈哈哈，不是老师配不起，而是校长更具性价比。好危险啊！可是我现在的嘴角为神比 AK 还难压啊！5星上将麦克阿瑟表示，华夏人的新手保护器这么牛的吗？随着舆论的发酵，校长正在家中黑着一张脸接着电话。老陈啊，听说你学生给你送了一枚炮弹，这事儿是真是假？对，平时我都是和学生打成一片，所以学生一遇见事情，第一个就想到我了。虽然校长极力解释，但是电话那头的憋笑声还是不断。你当时裤子湿了没有？有没有被吓得摔倒了？屁股没事吧？要是没被吓得摔倒了还好，问题是我真的被吓得摔了一屁股墩了。想到这，一下子校长的脸就更黑了。怎么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没见过世面吗？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了，什么没见过？哈哈哈，我刚才跟老张还聊呢，
要不要给你寄点膏药过去呢？结果老张说不用，你往后肯定会办公室常备的，哈哈。毕竟你可是第一个收到炮弹的校长，往后还不定能收到什么呢。有你这么咒人的吗？我告诉你，我明天就加校规，我以后绝对不可能收到炮弹了。电话一挂断，校长立刻就朝着旁边怒吼：陈新宇还没回来吗？他又死到哪儿去鬼混了？给他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你这副嘴脸，女儿哪里敢回来？一边撒气去吧，撒完了女儿就回来了。校长一听，脸顿时更黑了。老婆惹不起，女儿不回来，这连个撒气的人都没有啊！此时的小陈老师其实也没有比校长好很多，一个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询问：你学生给你爸爸送了颗炮弹啊？你是不是跟那个学生的哥哥谈恋爱？你爸爸不允许啊，不然怎么还送炮弹呢？小陈老师走在路上都快抓狂了。我在这受罪，但是那个罪魁祸首估计都在家享受了吧？不行，这个时候必须给他安排个家访。潘林小朋友啊，准备好迎接来自老师的鞭策吧。哼，我让你随便挖炮弹。潘林正有些懵逼地看着脑海中的系统面板，那些不断弹出来的信息提示：来自校长的真诚感谢加1，来自小陈老师的真诚感谢加1，来自张烨的真诚感谢加1。张烨的感谢自己能理解，但是这小陈老师的感谢是个什么情况？好像没帮小陈老师什么吧？他怎么也感谢上自己了？还有，这校长着实也有点太客气了吧？不就是送了颗炮弹给他吗？这么久了，还在感谢着自己呢。为了验证系统的功能，潘林蹲在了路边的一只小狗面前，上去就是一个大比斗。来着小狗的真诚感谢加1。听叫声，骂的好像是挺脏的。你这小孩，你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懂事。臭小子，你打人家狗干什么？我看它很可爱，我想摸摸它，但是我怕它咬我，所以先给它一个杀威棒。来自小姐姐的真诚感谢加1，来着小狗的真诚感谢加1，来着小狗的真诚感谢加1。你今天是怎么了？一路上调皮捣蛋的，怎么路过的狗你都要扇人家一耳光啊？怎么可能啊，小姨，我是个小孩子啊，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我就是怕它咬我而已呀。我才不信你的话呢，以后可别随便打人家的狗了，狗狗会咬你的。知道了，小姨，我以后不打他们了。这才是小姨的乖小孩。好了，也逛了这么久了，也该回家了。好的，小姨。上车后，潘林这才开始查看起来脑海中的系统，终于攒够90个感谢币了，可以10连抽了。潘林欣喜地看着脑海中的92个感谢币，激动地想着，今天提前放学拉着小姨来广场，就是为了实验一下系统，结果这就特么的是个老6系统，什么感谢，那压根就是拉仇恨啊！潘林晃了晃脑袋，算了，不想了，先抽奖吧，得利才是最要紧的事情。随即他便在脑海中的系统内选择了抽奖。紧接着，转盘的转动迅速地缓慢了下来，一个格子逐渐停在了指针的位置上。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大师级尿素袋套头术。这特么的是个什么老6技能啊？你特么的就是个老6系统吧？小姨，给我买几个尿素袋子呗。你要尿素袋子干什么？小姨，你不知道，现在尿素袋子都是网红产品了，书包里不装2个同学都要说我落伍了。你们这群孩子都赶的什么潮流啊？尿素袋子都能成网红产品了吗？这也不怪我们呐，这不都是那群刚开学的大学生给带起来的风吗？大学生买尿素袋子干什么？装行李呗。尿素袋子结实耐用，而且丢在火车上，小偷看都不看一眼，一举两得嘛。但是大学生拿来装行李，你又拿去干什么呢？哎呀，不管嘛，小姨，你就给我买几个嘛。好好好，回去小姨就给你到网上看看去，行了吧？嘿嘿，有了这尿素袋，我该挖点什么再送到校长的办公室去呢？就在潘林琢磨的时候，小陈老师已经到了他的家里，一场腥风血雨的家访正等待着他。我去，赶着投胎啊！这个小孩年仅7岁，却在路边手拿尿素袋，轻松套住了一只长约1米的鳄鱼。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送给校长当礼物。只因前几天他手拿炮弹送校长未能如愿，结果不仅上了全网热搜，还引来了老师上门家访。接上集，妈，我带琳琳回来了，饭做好了没有？我都饿了。你还敢回来？一听这骂声，小姨吓得脖子都缩了一下。小姨，你怎么又惹外婆生气了呀？外婆别生气，我帮您教训小姨。说着，潘林就朝着小姨的屁股一巴掌拍了过去。你这小屁孩，还敢打你小姨，反了天了！看我不教训你！外婆，打死这个小兔崽子！我看你还敢不敢做这种事情？外婆这一嗓子顿时把两人给喊懵了。外婆这么还帮腔了起来呢？感情惹了事的人不是自己啊，那就好了。可是小家伙做了什么事情让老人家这么生气啊？紧接着，一个靓丽的身影就从里面追了出来。老人家别生气，他还是个孩子，难免不懂事。
陈老师，陈老师，你怎么来家里了？是小林在学校闯了什么祸吗？你问问他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哎，小姨一听就愣了，随即难以置信地看向了潘林。哦，是我送校长教师节礼物的事情吧？老师您还亲自来感谢一趟，真不用，我就是尊敬老师而已。陈老师，是这么回事吗？还礼物？你挖颗炮弹送到任校长办公室里去，你还好意思说那是礼物？校长没被你吓死就算好的了，你知道那是多危险的东西吗？什么？你挖出了一颗炮弹？对呀，我都没见过炮弹，我觉得挺稀有的，就送给校长当礼物了。还礼物？你知道炮弹要是爆炸是多危险吗？不知道，没见过。外婆，您还见过炮弹爆炸？外婆顿时一愣，电视上你难道没看过吗？炮弹一炸一大片，那要是爆炸了，你还有命吗？外婆，你不是经常跟我说电视里都是骗人的吗？外婆再次一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潘林，电视里的剧情可能是假的，但是那些道具可不是骗人的呀。以前那些解放军叔叔打仗，那炮弹威力多大呀？你也不是没看过，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但是老师不是经常告诉我们，捡到了东西要上交吗？我上交给了校长，这有什么错吗？小陈老师顿时也是一愣，平时怎么没发现潘林这孩子这么会甩锅呢？果然啊，能捡炮弹送进校长室的人，怎么可能是好惹的角色呢？你别在这里给我偷换概念，我们现在说的是炮弹危险，你不该捡的事情。对，差点给我绕晕了。今天你别想逃掉这件事。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师平时上课也没有教过呀。刚松一口气的小陈老师顿时心头一紧，瞪大了眼睛看着潘林，这怎么甩锅还甩到我头上来了呢？你别想跟我蒙混过关，看到炮弹去报警不会吗？不是说了遇到事情就找警察叔叔吗？这个总不会也没教过吧？对，遇到事情找警察叔叔，这个老师可是在课堂上说过很多遍这个事情的。对，还专门给你买了能打电话的手表不是吗？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麻烦警察叔叔呀，毕竟警察叔叔的工作也是很忙的，老师们也说警察叔叔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说着潘林还懊恼地挠了挠脑袋，当时我要是能有一部能拍照能上网的手机就好了，我当时就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炮弹危不危险，需不需要报告给警察叔叔了。此话一出，所有人全都沉默了下来，谁都听出来了，这是在变相的要手机呢。但是您老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还能想着要手机呢？而且他的话还思路贼清晰，逻辑还贼严谨，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孩子这么会甩锅呢？行，手机小姨给你买，但是你要答应小姨，下次再碰到这种东西一定要报警，行不行？好嘞，还是小姨对我最好，我一定听小姨的话。一旁的小陈老师这会儿整个人都傻了，他惹了这么大的祸，害得我有家不敢回，他自己不但一点事都没有，反而还得了一部手机，小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是吧？这是什么世道啊？嘿嘿，收破烂的居然有尿素袋子卖，运气真是好呀！我去，赶着投胎啊，吓死个人了！猛地一看，潘林又是被吓了一个机灵。我操！此时，一条1米多长的鳄鱼正趴在那，用他那炯炯有神的鳄鱼眼正盯着对视的潘林。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卧槽，还说今天运气好呢，这鳄鱼不会就是刚才那货车上掉下来的吧？难怪玩命似的开那么快。瞟了一眼鳄鱼还趴在原地，潘林这才松了口气。这要是再往前走几步，估计就小命不保了。这回不报警都不行了。说着，潘林正准备掏出手机报警了，就发现鳄鱼嘴巴被封住了，嘴都被封住了，还敢跟我牛气？霎时，潘林反手就掏出了尿素袋子。没想到这大师级的尿素袋子套头技能，先享受到的居然是只鳄鱼啊！想着想着，潘林忽然眼睛一亮，乖乖，这不是送上门的赚感谢币的机会吗？炮弹那样的铁疙瘩，校长不喜欢，但是鳄鱼这么可爱的小动物，校长应该会喜欢的吧？这要是给校长送去，他还不得哭哭一顿，谢谢我，给我贡献一堆感谢币啊！没想到这东西长得虽然难看，但是还能有大妙用啊！明明差半步就能准时步入校园，可他却拖着尿素袋子慢吞吞地跨进学校大门，这怪异的举动顿时就引起了校园里无数人的注意。那是谁啊？怎么手里还拖着个尿素袋子啊？卧槽，那不是视频里那个给校长送炮弹的人吗？他手里的袋子装的不会是一袋子炸弹吧？潘林一出现，记者立马开始发问，那就是潘林同学吗？校长笑了笑点头，突然就看见了潘林手里的尿素袋子，顿时太阳穴就是一突突。站住，潘林，你手里滴溜的是什么东西？不会是你又挖到了炮弹吧？此话一出，周边的同学顿时卧槽的迅速远离潘林。来自基尼的真诚感谢加1，来自泰美的真诚感谢加1，来自……看着后台不断刷新的数据，潘林一时间欣喜不已啊！同学们真是太客气了，一上来就刷了这么多的币啊！
不是，大家不要误会，这不是炮弹。潘林挠了挠头，炮弹哪里那么好挖呀？我也是运气好才能挖到一枚而已。要是很容易挖到的话，那不满地都是炸弹了吗？那怎么可能啊？这时，记者也是朝着潘林走了过去，将话筒递了上来。潘林同学，你好，我是爱坤电视台的记者，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潘林点了点头。潘林同学，请问一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跟同学跑去操场边挖泥土，而导致挖到了炮弹呢？掏蚂蚁窝？什么？就是那天午休，我跟同学闲得没事，所以去操场边掏蚂蚁窝，谁知道挖到了个炮弹呢？合理，非常合理。你当时挖到炮弹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害怕吗？知道，这年头谁还不看电视了？害怕是有一点的，但是发现它不会爆炸，也就不害怕了。果然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那你怎么想着送到校长室去了呢？潘林又挠了挠头。我寻思着，这炮弹是个稀罕物啊，我们都没见过真的。这不是马上教师节到了吗？老师的贺卡都准备好了，这稀罕物不就送给校长比较好了吗？记者身后，校长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呀。教师节礼物，我谢谢你啊。记者憋笑了好一会儿才克制下来。潘林同学，以后可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炮弹可是很危险的。而且我觉得你们校长估计也是不会喜欢那样的礼物的。记者身后的校长一听这话脸都黑了。你调节气氛，拿我开涮是怎么回事？你礼貌吗？潘林抖了下手中的尿素袋子。诺，所以我重新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校长，这个校长应该会喜欢的。哦，能看一下是什么礼物吗？记者身后的校长顿时眉毛一跳。用尿素袋子装的礼物，这会是什么？不会又是什么炸裂的东西吧？这一刻，尿素袋子俨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也没什么，就是一个小动物，很可爱的。哦，一时间，众人都是期待的看着潘林手里的尿素袋子。下一刻，黑暗中的小鳄忽然就从一抹亮光的缝隙中冲了出来。卧槽！潘林，我操你大爷！鳄鱼，快跑！马德，鳄鱼！一时间，所有人作鸟兽散，慌乱的四处逃跑。这鳄鱼跑这么快的吗？卧槽，别跑！这群人类喊什么？吓死鱼鱼了！还有那个小孩哥太可怕了，尿素袋子一套一个准，而且套上了你就别想出去了。曹，你追我干什么？校长拼命的跑着，都快急哭了。他也不明白这鳄鱼追他干什么。别跑，鱼鱼，快回袋子里来！鱼鱼，我哭了，为啥一直追着套我呀？随着两人一鱼的追赶，其他人已经是纷纷站在2楼以上的地方看戏了。遇到事不要慌，先拿出手机拍个短视频。一些看戏的老师已经不满足吃瓜，纷纷拿出手机拍视频。潘林，你别追了，你一直追着他，他就一直追着我。校长，你从前面帮我拦住他，我很快就能抓住他了。等会儿看我不揍死他，居然还敢偷跑！潘林的声音一出，全校师生都是惊呼出声。卧槽，不愧是徒手挖炮弹的狠人啊！鳄鱼见了都得哭。你们看看那鳄鱼逃得多狼狈啊，完全可以想象之前他在潘林那里受了多少委屈。牛啊，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追着鳄鱼跑的。校长您快跑，鳄鱼快追上你了啊！潘林加油，快点跑！校长您的皮鞋是不是鳄鱼皮做的啊？快脱掉啊，不然他还追你啊！我只是送了一只小可爱给校长，可他却转身就跑，他跑他逃，他逃我追。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买鳄鱼皮做的东西了，能不能放过我？很快，校长忽然发现已经跑到学校围墙了，顿时急得冒汗。卧槽，是墙！我寒窗工作20余载，难道今天就要栽在自己学生手里了吗？飞速爬来的鱼鱼也是有些奇怪，这个人类怎么不跑了？你不跑，我不认识路啊！我堂堂鱼鱼追着你，你都不跑，怎么你也看不起我鱼鱼是吧？想到这，鱼鱼的4只小短腿飞速的扑腾了几下，速度陡然增快。我不跑，你咋还更加兴奋的加速了呢？妈耶！下一秒，这前面竟然没有路了。这个老小子怎么不早说？要不是我鱼鱼嘴被绑住了，高低我得咬你2两肉下来。这么一想，鱼鱼顿时也是越发生气，径直朝着校长冲了过去。妈耶！校长被吓得顿时瘫坐在了地上，闭上眼睛开始怀疑起人生。自己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收到一个这样的学生啊？40多斤的体重，足足99斤的反骨啊，少1斤都不行。上次是特么的炮弹，这次是特么的鳄鱼，谁知道下次是什么？看着校长被吓得瘫坐在地，四周楼上的学生老师们也是纷纷发出惊呼。潘林，你跑快点，快点把鳄鱼抓回去啊！我爸校长危险了。真完了，潘林这小孩要惹大祸了啊！谁在副校长旁边啊？看看副校长笑没笑？我看看现在的商战到底脏不脏？听见喊声的副校长也是在第一时间收拢了脸上的兴奋。上次距离校长最近的一次，还是这个学生送炮弹的那次呢。这样的职场帮手哪里去找啊？这简直就是天赐的前锋大将啊！难道这就是老天奖励给我这么多年做好事的福报吗？
眼看那条鳄鱼朝他冲来，校长也是绝望的闭上了眼睛，脑袋拼命的后仰，紧贴着身后的围墙。我踩，这也踩得校长顿时嗷的惨叫了一声。你吃就吃吧，怎么还得找我一只脚吃2遍呢？而且脚有什么好吃的？大腿肉它不香吗？但几秒钟过后，校长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看向了自己的脚。自己的脚没事呢，甚至连袜子都没有破。难道刚才都是自己的错觉？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鱼别跑！原来不是梦，这是真的。但是这鳄鱼这么没吃我呢？难道是我脚臭？卧槽，脚气立功了！鱼你别跑，快回袋子里来！潘林加油，再快一点就追上鳄鱼了。还好校长老爸没事啊，这鳄鱼也是奇怪，为了躲潘林，居然人都不吃了。哎，校长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副校长的笑容都来不及收吧。吵杂的声音顿时将校长拉回了现实，随即朝着旁边的教学楼大喊：你们在那看什么戏？还不赶紧打消防队的电话，让他们来抓鳄鱼。校长放心，您在下面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已经报过警了，消防队也通知了，他们马上就来了。我坚持个屁啊，我不就是瘫坐在这里吗？这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勇的少年啊！问题是这个少年才1年级啊，这往后的6年该怎么过啊？下一刻，只见潘林顿时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紧接着就是一个大师级的尿素袋子套头技术，直接将鳄鱼给兜头套住了。终于抓住了，吓死个校长了！还是小孩哥猛啊，鳄鱼就这么给抓住了，难除霸王啊，项羽都没有这么猛。潘林，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校长见此，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急吼吼地指着潘林喊道：站住！潘林听了，将尿素袋子提了起来，示意给校长看。校长，虽然发生了一点意外，但总的来说还可以，给您的礼物我已经抓回来了。校长气得手都抖了，指着潘林大怒：你这也叫礼物？你有见过拿鳄鱼当礼物的吗？你对礼物有概念吗？校长，我知道这个礼物比较独特，所以特地来送给您的，不用太惊喜了吧？我惊喜个锤子，我惊喜！你是对礼物有什么误解吗？谁教你这么理解礼物的？你知道鳄鱼多危险吗？这是要出人命的。校长，您别看鱼长得不太好看，但其实鱼很可爱的呀。可爱？你管鳄鱼叫可爱？你知道鳄鱼是会咬人的吗？你把它带到学校里来，伤到了同学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吗？想过呀，所以鱼的嘴上是绑了胶带的呀，咬不了人的。绑了胶带怎么了？鳄鱼就算嘴上绑了胶带，那我这跑了一路算什么？所以最终小丑还是我自己。此时教学楼上也是惊起一片哗然。卧槽，绑了胶带，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尼玛，你倒是早说啊，害得我鞋都跑掉了，我那可是新鞋啊。哎，人家都敢追着鳄鱼跑一路，肯定绑了胶带啊，我早就知道。绑了，就算绑了胶带，鳄鱼也是很危险的，你也不能带到学校里来。但是我也不知道校长家里在哪里呀，要不校长您把家里地址给我，我下次给您送到家里去。送到家里去啊？霍，我一个人还不够，你还想霍我全家？你可真是当代货阎王啊！你可拉倒吧，这是送到哪里去的问题吗？你不知道鳄鱼有多危险吗？我知道啊，所以我带来的鳄鱼嘴上绑了胶带呀。校长指着潘林，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此话一出，校园鸦雀无声，全都肃然起敬。一阵警笛声却在校外响了起来。我只是送了一只小可爱给校长，可他却转身就跑，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一阵警笛声却在校外响了起来。最后，帽子叔叔前来，却因为小孩哥的一个敬礼，不得不也参加了这次逃跑大赛。接上集。校长，那这个礼物……校长一听，顿时给气笑了。还礼物？你待会儿自己交给警察叔叔去吧。看来校长是不喜欢这个礼物了，以后该找点什么送给校长呢？走，跟我去警察那里，你自己跟警察叔叔解释吧。哦，好吧。此时，同学们也是纷纷议论，都聚集了过来。警察叔叔终于来了啊！终于有人能来管一管这个潘林了。警察叔叔啊，你们可得好好的管管潘林啊！就是，俺也一样。真是辛苦你们了，又让你们跑一趟。跑一趟倒是应该的，但是你们学校我们这几天也确实跑得勤。真是不好意思，都怪我没有教育好学生，太淘气了。看看你有多淘，还不快跟警察叔叔说辛苦了。潘林小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说着，警察还礼貌性的朝潘林敬了个礼。潘林看着警察敬礼，顿时仿佛受到了血脉的呼唤，瞬间用手回了个礼。哈哈，小朋友，说说吧，这次又惹什么祸了？警察显然也是没有意识到潘林敬的这个礼的严重性。
哎呀，鱼鱼，我不跑了，可以吧？这个人类的尿素袋子实在用得太熟练了，要是再被抓回来，到时候鱼鱼我呀，可就洗到临头了呀。但就在这时，鱼鱼忽然看见了几套熟悉的衣服。哎，这几套衣服，鱼鱼我在养殖场见过呀。当年我的铲屎官见了都很卑微呢。抓我的这个人类应该也会怕这种穿制服的吧？嘿嘿，鱼鱼我呀，终于有救了呀！这一刻，鱼鱼顿时眼中都冒出了金光。制服叔叔，快把我带离这个人类吧！我不要跟他过了，他不爱惜我。潘林小朋友，快说说，你这次又闯了什么？卧槽！下一刻，鱼鱼就带着对自由的向往，朝着制服叔叔们冲了过去。快跑，有鳄鱼！卧槽，鳄鱼出来了，快跑！潘林，我上早吧。袋子你为什么不抓紧？警察叔叔救命！鳄鱼出来了，大家快跑！大家快跑！这群人逃跑的特别有章法，而且熟练的让人心疼。这时，他们猛然就看见了一条大鳄鱼朝他们冲了过来。不是卧槽，这鳄鱼怎么追着我们跑啊？不知道啊，队长，赶紧跑吧！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带枪吗？来一个小学，谁会带枪啊？警棍我都没带啊！就在这时，警察们没跑几步，就听见了后面那令人炸裂的声音：站住！再跑，等我抓住了，我要打断你的小鱼腿！卧槽，这下还得回头去救潘林小朋友。潘林的骂声瞬间刺激到了鱼鱼，4条小腿顿时就加大了力度。算了，赶紧跑吧！看到这一幕，教学楼内的同学们也是担心不已，纷纷喊了起来。校长看着这一幕，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悲凉。刚才自己在下面就是这样子的吗？哎，要是早知道鳄鱼的嘴被绑住了，自己哪里会这么仓皇的逃跑啊？这鳄鱼的嘴是不是被绑上了胶带？而校长的声音顿时也就让周围的同学们一下子就回忆了起来。全校几千名师生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警察叔叔，鳄鱼的嘴被胶带绑住了，你们不用跑了。对呀，警察叔叔们，鳄鱼嘴被绑住了，咬不了人的。这时，同学们的喊声也是引起了警察们的注意。他们在喊什么？他们好像在说鳄鱼的嘴被绑住了，咬不了人啊！鳄鱼的嘴被绑住了，那我们跑什么？我只是送了一只小可爱给校长，可他却转身就跑。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便引来了帽子叔叔的到访。不一会儿，帽子叔叔们也参与了第2次校园逃跑大赛。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消防叔叔们也接踵而至，接上集。潘林同学，这鳄鱼的姿被绑住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是我们肯定不会跑的。哦，我忘记了。你倒是一句忘记了就了事了，你这一忘记，可是把我们的英勇形象毁得透透的了。这鳄鱼是哪里来的？是我带来送给校长的礼物，但是校长不是很喜欢。拿鳄鱼当礼物送给校长，我怕是你校长真的会谢谢你啊。是啊，警察叔叔们，你们说说，他竟然带条鳄鱼来送给我，刚才可是把我吓得够呛。呵，没事没事，别担心，我们这不是在这吗？而且刚才鳄鱼也主要是追的我们，你们没有危险的。不是刚才啊，你们来之前，潘林就把鳄鱼放出来过一次啊，那鳄鱼可是一直追着我跑啊，可是给我吓得够呛啊。要不是后来知道了鳄鱼的嘴是绑住的，我现在腿还是软的呢。所以你们在我们来之前就知道了鳄鱼的嘴是被绑住了的。警察这句话一出，顿时让全场的人都沉默了下来。你们要是早告诉我，我们也不会跑了啊。这鳄鱼的嘴都被绑住了，你们跑得那么快干什么？那什么，毕竟是鳄鱼嘛，忽然一下冲出来，我们哪还记得它的嘴绑没绑呀？都是下意识的就跑了，安全了之后，这不才想起来吗？鳄鱼虽然可怕，但是嘴都被绑住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要是我早知道鳄鱼的嘴被绑住了，我们怎么可能会害怕？下意识，呵呵，人都会下意识的嘛。哼，我们就不会下意识。要是我们早知道了鳄鱼的嘴是绑着的，我们绝不可能会跑。还有你这个小朋友也是离谱，竟然带条鳄鱼到学校里来，说你这鳄鱼是哪里来的？路上捡的。什么捡的？大马路上还能捡到鳄鱼？我怎么就捡不到呢？快说实话，你这鳄鱼到底是从哪来的？对，赶紧跟警察说实话，这鳄鱼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校长，警察叔叔，我没有骗你们，真的是马路上捡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查监控。敢让我们查监控？难不成这鳄鱼还真是他捡来的？简直离谱啊！前脚从土里刨出了炮弹，这后脚又从大马路上捡了条鳄鱼。好，我们暂且相信你是捡的。那你捡了鳄鱼，怎么不报警呢？还带到学校里来？你知道鳄鱼有多危险吗？学校里全是小孩子，万一伤了人怎么办？不会伤人呀，鳄鱼的嘴是被绑住的呀，怎么伤人呀？
就算嘴被绑住了，伤不了人，但是你捡到了东西，为什么不交给警察，而是带到学校里来了？老师没有教过你捡到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吗？我知道呀，但是我也不能站在大马路上等你们来呀，这马上就要上课了。我就想着这反正也是稀罕物，校长可能也没有玩过，我就想着带给校长先玩一会儿，然后让校长来报警呀，这样就不会耽误我上课了吗？这一刻，人群中的小陈老师顿时同情地看向了警察。这感觉你们也终于体会到了吧？上次我就是这么被绝杀的。嚯，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啊，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训他了。难道我们的脸就这么白白丢了？而警察刚想再说些什么，又是一阵警笛声响起，一时间众人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刚才也是伴随着一阵警笛，第2届逃跑大赛开始了，这又是一阵消防警笛响起，不会还有第3届吧？随着消防车的接踵而至，校园里再次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只是送了一只小可爱给校长，可他却转身就跑，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便引来了帽子叔叔的到访。不一会儿，帽子叔叔们也参与了第2次校园逃跑大赛，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消防叔叔们也接踵而至。看着快速驶进校园的消防车，警察一时间都有点破防了。本来就没脸了，但也只是在学校里，可这要是让这群消防的兄弟们知道了，那还不得传遍业界啊！此刻，警察们看潘林的眼神也是越来越气愤了。你说你早报警不就没这事儿了吗？耽误上学，以我20年老警察的眼光来看，你小子压根就不是啥爱学习的主。很快，几名消防员也就从下车走了过来，校长再次赶紧迎了上去。感谢，辛苦消防同志跑一趟了。没事，应该的。听说是发现了鳄鱼是吧？在哪儿呢？有没有人员伤亡？校长一听，有些尴尬地看向了潘林的手中。抓住了。对，没错，就是那孩子将鳄鱼抓起来了。嚯，小朋友这么厉害吗？鳄鱼都被你抓起来了，没有人受伤吧？没有人员伤亡，鳄鱼被绑住了嘴也伤不了人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鳄鱼怎么会出现在校园里面？随即，校长便把事情经过给消防员同志大致讲了一遍。而随着校长的讲述，一众帽子叔叔们的脸也是越来越红。哈哈哈哈哈！一听是兄弟单位同事，一众消防员们顿时笑出了声。老张，你居然被一只绑住了嘴的鳄鱼吓得到处乱窜，你这事儿要是让老首长知道了，估计立马得飞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骂吧。什么时候你的胆子变得这么小了啊？放屁！我那是不知道鳄鱼的嘴被绑住了，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可能会跑。跑了就是跑了，哪儿那么多借口啊？要是早知道你老张被吓着了，高低我也得让人把车开快一点，赶紧过来救你了，哈哈！放屁！老子用得着你救？要不是我不知道鳄鱼的嘴被绑住了，我早就把鳄鱼给抓了。别找那些借口了，换了是我，就算嘴没绑住，我也不可能跑的。废话，你们就是处理这事儿的，你们跑了老百姓怎么办？拿你们的业务跟我们来比，你还要不要点脸啊？你怎么不跟我比破案呢？一时间，两拨人吵得不可开交了起来。校长见此也是赶紧劝架：二位，快别计较了，都是我的错，没教育好学生，给你们添麻烦了。说罢，校长顿时朝潘林瞪起了眼睛。潘林，还不过来，来给帽子叔叔和消防叔叔们道歉，都是你惹出来的事情。潘林听了，不由挠了挠头，这怎么能怪我呢？就是校长同志，这还真不能怪人家小朋友，人家小朋友也就是怕耽误了上课而已，所以晚了一会儿报警吗？谁知道这群帽子叔叔们胆子这么小呢？你说清楚，谁胆小？我们还得感谢人家小朋友呢，不但帮我们解决了安全隐患，还救下了警察叔叔们呢，多勇敢呐！不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怎么是你应该做的呢？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做的，奈何某些人被吓着了，这危险的任务才靠着你来完成的。要是我们早来一点，绝对用不着你出手。这话更是听得老张一时间气愤不已，就差上去跟他打一架了。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小英雄，感谢人家帮我们解决了安全隐患，还帮我们救下了鼠鼠同志。说着，消防队长便带着队员们朝潘林敬了一个礼，而潘林见此也是下意识的松手，赶紧回起了个礼。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哈哈，什么不用啊？这件事我们确实要卧槽！句话还没说完，消防队长下意识的就是一句国粹吐出。哎呦我的妈！因为随着潘林的回礼，手上的尿素袋子也是再次落地，小鳄鱼下意识的就往外面冲了出去。大家快跑！大家快分散！小李，赶紧拿工具！一时间，众人再次被吓得四处乱窜了起来。卧槽！快跑！鳄鱼又出来了！潘林，我操你大爷！我真的裂开这个！于是，校园第3届逃跑大赛也就正式开始了。哎呦我操，这都什么事啊？我只是送了一只小可爱给校长，可他却转身就跑，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便引来了帽子叔叔的到访。不一会儿，帽子叔叔们也参与了第2次校园逃跑大赛，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消防叔叔们也接踵而至。
于是，校园第3届逃跑大赛也就正式开始了。哎呦我操，这都什么事啊？你居然还敢跑！嘴巴被绑了，还这么嚣张！你看，我抓住了你，不打断你的腿。而这第3届校园逃跑大赛，显然也是结束的最快。伴随着潘林的一声大喊，众人这才想了起来。这鳄鱼不是被绑住了嘴巴吗？跑个屁啊！而此刻的消防和民警们也都是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站在了原地。刚才说不会跑的话还言犹在耳。哎，下意识这个东西谁都控制不住啊！我让你乱跑，先是吓到了老师同学们，接着又吓到了警察叔叔，现在又来吓消防叔叔，怪不得别人都不要你了，看我不揍死你！而随着潘林的叫骂声，一众消防员们脸全都红透了。还以为你们胆子多大呢，知道鳄鱼被绑住了嘴还跑，真是丢人啊！还说我就跟你们没跑似的。一时间，两方人马再次剑拔弩张了起来，而一旁的校长也是再次尴尬上前劝了起来。二位，咱们还是先处理鳄鱼的事情吧。潘林，赶紧把鳄鱼交给消防叔叔，别放在你手里上了，等会儿别又跑出来。而此刻的潘林心里则是开心极了。来自同学们的真诚感谢+1+1+1，来自民警们的真诚感谢+1+1+1，来自消防员们的真诚感谢+1+1+1。大家真是太客气了呀，这波血赚呐，嘿嘿，明天再往校长室送点啥好呢？潘林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鳄鱼拿过来！哦，路过校长时，潘林甚至还朝校长问了一句：“校长，您不再看看吗？”校长顿时往后退了一步，慌乱的连连摆手：“不看了，赶紧交给消防叔叔们去。”这潘林一个松手，鳄鱼再跑出来了，自己可是真的没脸再丢了。消防员叔叔，既然校长不看了，那鳄鱼就交给你们处理吧。消防员神色复杂的接过了尿素袋。小朋友啊，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你胆子这么大的孩子啊！哪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话消防队长听了，眉毛都抖了一下。这孩子难道听不出来我的话并没有在夸他吗？呵呵，校长，您还真是受学生们的爱戴啊，有什么好东西都首先想着您啊。校长一听，整人顿时都麻了。好东西，您指的是之前的高射炮弹，还是现在的鳄鱼？您对于好东西的理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校长只能尴尬笑了笑。呵呵，哪里。随后，消防队长将鳄鱼交给了队员，这才重新看向潘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哎，小朋友，虽然你帮助大家抓鳄鱼的行为很勇敢，但是以后遇到这么危险的动物，还是报警交给大人们处理为好啊，更不能带到学校里来，知道了吗？潘林听了，当即点点头。好的，下次要是再遇见鳄鱼，我就抓了给消防叔叔们送过去。消防队长一听这话，人都惊了。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勇的吗？遇到鳄鱼就非抓不可吗？抓什么抓？你要么报警，要么找消防叔叔来抓，怎么能自己抓呢？哦，那行吧，我这不是怕有人受伤吗？这种事情有大人处理，要你一个孩子逞能干什么？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就报警或者打消防电话，知道了吗？知道了。一旁的消防队长也是感到十分的欣慰。这就对了，以后遇到危险的事情一定要记得找大人，知道吗？好的，知道了。校长，我觉得你们学校的消防方面的知识教育需要加强啊。是啊，我们学校的消防教育确实需要加强一下了，我明天就给他们安排一下。消防队长皱了皱眉。这样吧，我让人来给孩子们上几天的消防安全课程，普及一下消防安全的知识。学生再这样可是不行啊。那就太好了，要是消防同志能亲自过来给孩子们上几堂课，那真的就太好了。行，那就这么说定了。这里的事情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回去处理鳄鱼了。好，辛苦消防同志了。说完，消防队长以及民警们便带着人离开。回去跟你家里人说，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学校吧。啊，喊我家长来干什么？来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川书爽文小说成为反派富二代，同时还是女主柳如烟的超级舔狗，不仅被书中的男主抢走了全部家产，就连自己的父亲也没保住，被男主收入后宫。还好我魂穿过来就觉醒宇宙纯爱系统。恭喜宿主获得宇宙纯爱系统，只要行纯爱之事便能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系统商城内的各种物品，请宿主加油。为了改变剧情，我直接绑定双目失明的冷清秋为纯爱对象，只因他是这本书里最大的幕后光。一边刷反派包好感度，一边刷纯爱积分来兑换奖励。随即我掏出手机，给自己的老妈打了一个电话。喂，小凡，缺钱了吗？妈刚又给你卡上打了2000万。不是的，妈，爷爷以前不是给我和冷家订了个娃娃亲吗？我寻思我也老大不小了，那啥，我想试着和人去相处一下。小凡，你说什么？儿子，你不要柳如烟了吗？妈，我已经长大了，柳如烟她不喜欢我，
我何必去强求？还不如早点成家立业。所以，我的好妈妈，你能不能让老爹去和冷家说一下这回事？放心吧，儿子，既然是你爷爷定下的娃娃亲，那么我们去提亲也是理所当然的。你就等着妈妈的好消息吧。怎么了，老婆？发生什么事了？老公，太好了，儿子总算放下柳如烟了。什么？就放下了？那你老子，我之前和你天天吵架，弄得关系这么僵硬，算什么喽？而且说要好好骂醒你的人可是你妈，结果坏人全都我当了。一想到这，江天明看苏慕容的表情就有点忧郁了。你心里面是不是在想什么？没有。那老婆，小凡他为什么放下了？哎呀，就那个和冷家的娃娃亲。老公，既然是咱爸整出来的，那女方应该没问题。天明，你这是什么表情？完了，这小子怎么喜欢的女人一个比一个怪啊？那个冷家娃娃亲的对象可是个是个什么啊？是个盲人啊！不是吧，儿子，你这刚走一个柳如烟，又来一个残疾人啊！可我都答应他了。算了，按照那小子的个性，看到女方是个盲人，他大概率见到本人后会直接选择退掉这门亲事，到时候再给冷家一点补偿吧。也只好先这样了。5年了，没想到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了吗？冷清秋落魄冷家大小姐，曾为了让暗中的仇人放松警惕心，不惜自毁双目，成为一个废人。姐姐，气死我了！我一定要对你吐槽这件事。灵儿，什么事情？姐姐，江家太过分了。江家怎么了？应该和我们这种小家族扯不上关系了吧？对，还真就扯上了。江家当年和爷爷给你定了门娃娃亲，如今那江家少爷正准备过来谈这门亲事呢。以前冷家还是顶尖家族的时候，爷爷好像确实对我说过弄了门亲事，可如今冷家……姐，我可不想你嫁人，我就你一个姐姐了。别哭了，江家的少爷根本不是为了娶我才来的。不是，如果我没猜错，那个所谓的江家大少应该是来推掉这门亲事的。所以说他是来退婚的。哼，可恶，区一条男性杂鱼。好了，先去下面等着吧，也不知道对方用什么阵仗来退婚。少爷，我们到了。那么就让我来见见我未来的大本吧。与纯爱对象第一次对视，积分加1。区杂鱼，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我姐？我的小祖宗啊！要是这时候得罪江家，我们冷家的很多事情可是都会陷入被动，陷入阻碍的。灵儿不得无礼。哎呦，疼！江少，你今日来我们冷家，所为之事我已知晓。青秋既然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谁允许？既然好办，那么就快些吧，时候也不早了。老高，把那个拿出来。是。接着，老高取出2份文件，分别送到了冷家主与冷清秋手中。怎么退婚协议这么厚的？青秋，我知道你看不见，所以特别为你制作的盲文版文件。江家大少明明知道我是盲人，还煞费苦心的做了个盲文退亲文件。冷清秋用手摸向方桌前的文件，而文件却离他的指尖有那么一点的距离。我来帮你。话音落下，江凡伸出手握住了冷清秋的手，并把对方的手放在了文件上。帮纯爱对象触碰到材料文件，积分加1。变态，你快放手！江大少，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抱歉，我只是想帮你。接着冷心安看着文件，整个人都震惊住了。这时，一旁的冷清秋也阅读出了这份文件的名堂：江家集团5%股份的转让权协议。江少，你这是何意？江家集团市值保守估计1万亿，这5%的含金量可想而知，这对现在冷家的帮助实在是太过于巨大了。警花只是为了测试当下小孩的防范意识，摇身一变人贩子上街去拐骗，却没想到在遇到小孩哥之后，画风逐渐变得离谱。小孩哥不仅将他五花大绑到小树林，更是直接向局里索要500万赎金，甚至放出狠话还要独自抢劫银行。只因你刷视频随手评论了3狗头，便穿越到了这个1年级的小孩哥身上，还顺便觉醒了终极反派系统，只要扮演反派完成任务就能获得奖励。此时东海市普法直播现场，柳如烟正拿着话筒说道：欢迎观看本期的普法直播，这次主题是关于如何预防儿童被人贩子拐卖，通过直播模式来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识。
现在转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此时的小孩哥潘林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脑海中正想着如何才能把学校拆了。检测到宿主反派的想法已经成熟，恭喜你获得反派大礼包神级反派格斗术。现在发布随机任务，你即将被伪装成工作人员的罪犯绑架，请你完成反派的反击。完成任务后将会获得新的奖励。想不到拆了学校这个想法居然非常合理。下一刻，无数信息入小孩哥的脑海中，瞬间他就有了丰富的格斗经验。此时路边穿着一身便装的林向东把目光看向了小孩哥，然后对着直播说道：各位观众，今天我的任务是扮演工作者，带走这个小孩，大家可以猜猜我几分钟能完成这个任务哦。镜头前的林向东已经走到小孩哥面前，刚弯下腰要开口说话，结果小孩哥二话不说，一记飞毛腿就踹了过去。你就是想拐卖我的罪犯吧？还伪装成工作人员，你有啥实力啊，老登？什么情况？这个孩子咋知道我是伪装的？此时直播的观众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对吧？难道这个孩子提前知道剧情的？不像是剧本啊！刚才小孩哥的出脚力道十足啊！林对此时的面容都扭曲了。小朋友，我是治安员叔叔，你袭警了，跟我上车走一趟。哎呦，本来还想扳回来一局。挨了致命一击后，林队抽搐几下就晕过去了。此时主持人柳如烟张大了嘴巴，差点将话筒塞进去嘴里。这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疯，偷袭了林队，而且还非常凶残的样子。此时旁边的潘菊黑着脸，赶紧派人过去将林队带回来。另外一边，一个穿着警服的工作人员很快从车子出来，走到小孩哥的身边说道：我们是一起的，他真的是工作人员，小家伙你下手太重了。又是工作人员？潘林皱了皱眉头，我记得系统提示有人假冒工作人员要对我进行拐骗，难不成这是团伙作案？不管了，先把他们全部打晕了再报警。卧槽，这是谁家的孩子？力气居然这么大，特喵的是吃什么奶粉长大的？此时的工作人员反应过来，对着耳麦压低声音喊道：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要结束了吗？按照往常孩子识破伪装人员的身份，就算是结束了测试。直播间热度越来越高，柳如烟看着表情复杂的领导，生怕终止行动，立刻补充说道：局长，林队肯定是大意了，要不这样吧，换您来主持节目，我来扮演人贩子梅姨，继续拐卖他。柳如烟话音刚落，沸腾的直播间直接炸窝。太狠了！梅姨作为近代最出名的人贩子，她的套路别说是对付小孩，就算是大人也应付不了吧？潘局想了一下，行，那先派人接他们回来，你再出发。小朋友，你做得很棒，叔叔们就先走了。这个世界的治安员怎么出警都这么快？这里距离最近的派出所开车也需要10几分钟吧？难道说他们是一伙的？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神级捆绑与逃脱技能。大反派发布随机任务，拐卖孩子的梅姨即将到来，请你完成反派的反击。等等，梅姨在哪里？梅姨有一口气拐卖9个孩子的记录，她可是每个家庭的噩梦。就在这时，柳如烟不一会便走到了小孩哥面前。小朋友你好，你可以帮姐姐找一下小狗好吗？姐姐请你吃雪糕。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哼，你叫什么名字？狗在哪里丢的？柳如烟被问得一愣一愣的。这跟我印象中孩子的反应咋不一样呢？正常情况，孩子就算不吃我的雪糕，可是对我这种漂亮小姐姐的请求，不是都非常乐意帮忙吗？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开始有点紧张起来。我叫柳如烟，你可以叫我如烟姐姐。小狗是跟你一样可爱的哈士奇，还常见个样。突然，他从口袋中拿出一瓶喷雾，对着小孩哥就按了下去。结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本大大的课本就顶了上来，把烟雾都弹回到了他的脸上。直播怎么黑屏了？什么情况？这就结束了？主播得逞了吗？还是小孩哥反杀了？这个小孩哥年仅8岁，却在路边把扮演人贩子的警花五花大绑到小树林，不仅对他温柔的以礼相待，对方最后更是愿意拿出大量现金表示感谢。这什么情况？这个孩子捆的我吗？他怎么可能？醒了，老实交代吧。此时潘林手里的木棍丝毫不客气地戳在柳如烟的身上。你重新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木棍捅在柳如烟身上，她忍不住扭来扭去。还好真的只是被孩子绑架，如果此刻站在面前的是几个彪形大汉，那就欲哭无泪了。你这什么意思呀，小朋友？快点说，看你挺漂亮的，要是不说的话，信不信我飞你？好吧，小朋友，我摊牌了，我是东海警察局的，我们正在以直播的模式进行普法教育。直播绑架我吗？呵呵。潘林不幸的又用棍子捅了他一下。快点说真话，否则我下重手了。说完，潘林蹲下身子，小手扬起，一个巴掌就拍在柳如烟丰满的身上。此
此时的直播间一片狼嚎，紧跟着的是疯狂的弹幕。卧槽，小孩哥在审问拐卖的人，我笑死了。他要是成年人，恐怕我们的女主持已经失身到太平洋了。这样的捆绑我都动心了。嘿嘿。此刻柳如烟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说出了真相。不信你看看，我领口下有个隐藏的直播仪器。潘林取出这东西看了看，确实是一个小型的偷拍仪器，这会是直播什么节目呢？不是，就你这样的水平还想拐卖儿童？你知道什么是犯罪吗？我感觉你们一点都不专业。就在这时，小孩哥的脑海中响起一阵提示声：恭喜宿主完成反击任务，奖励妙手空技能，现在发布新的反派任务，扮演并成为反派，为市民提高罪犯意识，你将会获得新的奖励。哦，于是潘林将直播的仪器直接别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吧，我来犯罪，你们来抓我。你们不是要直播增强市民的防范意识吗？但是你必须专业啊！要是你们连我这个孩子都抓不住，怎么开直播普法呀？你个小朋友来犯罪？此时柳如烟一脸惊讶地看着小孩哥，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当潘林说出要扮演罪犯犯罪时，直播间和导播室的热线已经被疯狂打爆。潘局，观众集体反映，让这个小孩哥来扮演罪犯，然后我们治安员去抓他。真金不怕火炼，就让这孩子考验一下我们东海市治安员的能力，治安署会同意吗？很难说，毕竟输了丢人，赢了对方也只是个孩子。此刻潘局一脸沉思，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躺在地上的柳如烟自然也听到直播间里的话。潘局不会陪着一个孩子胡闹吧？潘局正准备宣布结束直播，突然他的工作手机响起。执法厅召听，继续直播下去，观众热度很高，这不太好吧？这是典型的代表，我也会来现场，你开始吧，执行任务。迫于赵厅长的压力，潘局无奈对着直播麦克风道：各位观众，按照大家的要求，我们决定让这个小朋友模拟犯罪，我们执法人员会对他进行逮捕。此时躺在地上的柳如烟无奈看着潘林哀求道：小朋友，你知道我是真正的治安员了，你先松开我。可是面对柳如烟的请求，潘林并没有答应。小朋友，经东海市治安署的领导讨论决定，同意你扮演犯罪分子的请求。半小时后，治安员会因为你的犯罪对你进行逮捕。这是全民直播，根据规则，你能坚持1小时，将会奖励1万块钱。后面的奖励金将以你的表现用积分的方式进行累加。明白，生存时间越长，奖励越多吗？小孩哥年仅8岁，独自打车却遇上黑心司机兜圈子，原本20块的车程竞标到了60块，可小孩哥却反手给了100，最后真相惊呆众人。接上集，快解开绳子，小朋友。根据规则，你已经被我绑了，我要赎金。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东海市治安署已经批准我当犯罪分子，那么你就是我的第一个人质。这样吧，我给你钱，然后你就放了我。行，没问题。我包里有3万现金，都给你。潘林利索地翻出3万元，结果拿着钱转身就走了。哪里？等等，小孩哥，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我是答应放过你，不过并没有说要解开你。可恶，别让我抓到你，到时我会给你补上一个完整的童年。还好，如烟同志，我们来迟了。林队，你们是故意的吧？再来晚点我就被人给捡了。我要亲自抓住那个小家伙，他去哪里了？你可能没有机会了。不是说让他扮演犯罪吗？领导是特批让这孩子扮演犯罪，只是为了挽回我们治安署的声誉，潘局直接派出了飞豹突击队的郭德远。什么？飞豹突击队可是东海治安署3大突击队之一，而郭德远就是3大突击队最年轻的队长，在东海市有着罪犯克星的称号。传言被他盯上的罪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能逃脱的，让他去对付一个孩子，是不是小题大做啊？不只是郭队长，是郭队长率领整个飞豹突击队出动。此时小孩哥正一边走一边回思着各种逃脱技能，他当即直奔市区。接下来面对的可不是像柳如烟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警花，而是一群彪形大汉。得益于融合的逃脱技能，就算即将面临东海市治安署的围捕，我也毫不畏惧。出发！潘林的耳畔再次响起系统的提示声音：恭喜宿主接受了大反派任务，开始正式扮演罪犯，奖励神级枪斗术。卧槽，这个奖励好，能掌握神级枪斗术，下一站刚好能派得上用场。下一秒，无数有关枪斗术的信息犹如潮水般融入他的脑海。哇哦，这感觉好似我已经成为了像猎鹰那样的神枪手。
此时潘林身手利索地拦下一辆出租车，一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个孩子居然敢自己出行，终点又没有大人接应，那我在路上多兜几圈也很合理吧？直播间众人看着秒表上显示的60元，不禁吐槽：黑车司机啊，20块钱的路程居然开出了60块，看这小孩哥被坑，咋感觉不可能呢？下一秒，潘林竟直接递过去100块，不用找了，剩下的给你小费。好家伙，还有小费呀，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刚才是不是多此一举了？直播间的观众则是直摇头，还以为小孩哥不会被坑呢，白期待了。终究还是孩子，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不知道赚钱的艰难。就在这时，刚下车的潘林突然对领口的摄像机开口道：其实刚才那100的现金是我拿的他的，这个司机他兜着圈子赚钱，实属罪有应得。直播间的观众听着小孩哥的话瞬间炸开，我去，我也没眨眼啊，什么时候的事情？难道说我单身20年的手速都比不上一个孩子？我这是对他小小的惩罚，同时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特别要注意老人孩子，就算是帮助老人也要留下证据，更不要想着欺负小朋友。直播间的观众也都笑起来，本来以为就要结束的直播不由得又期待了起来。小朋友，你接下来准备去哪里？抢劫银行。此时直播间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操，这孩子是警匪看多了吧？都说那些电影害人，你一个孩子去抢劫银行拿什么抢？难不成你有枪吗？可能去到门口就被保安一手拎出来了。现在银行系统不断改良，就算是几个彪形大汉都不一定能抢劫银行成功。然而面对直播间的弹幕，潘林却并没有理会。他们可不知道我有神级枪斗术，现在只要把一支枪交到我手里，我不用看就能辨别出枪内是否有子弹。哎，我该到哪去找到一支枪呢？他本是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哥，却接下了抢劫银行的超级任务。可随着警方飞豹突击队的出动，众人才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普法演戏。此刻小孩哥却丝毫不慌，正在路边挑选着一些抢劫需要的道具。小姐姐，这个面具多少钱？本来10块的，你是小朋友，那就卖你5块好了。5块太便宜了，大学生创业不容易，我给你100。边说着，潘林边打开手机，对着收款码直接扫码。支付宝到账100万元。这小姐姐不由得眼眶一红，心中无奈。我这个大学生已经混到连小朋友都看不下去了吗？潘林陆续买了一些道具服装后，最后走到一个垃圾桶边上，要玩就玩职业一点。咔嚓一声，潘林掰断了电话卡，直接丢掉了。这么专业，这孩子不会真的想抢劫银行吧？我有点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可惜他沿路留下痕迹，还在的世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眼看就走到了广场，治安员更容易抓他了。此刻广场上不少人正在跳舞，其中一个夹着手提包的中年男子最为出众。皮包哥，我记得在穿越前就有一个爱跳广场舞的皮包哥被一个醉酒男子35秒连捅了13刀，然后不治身亡。这个皮包哥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因为我的穿越，皮包哥的命运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呢？这要真是那个皮包哥，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死亡吧？不消片刻，皮包哥没有察觉自己包的手机突然就到了潘林的手里，他拿着手机就直接报警。喂，这里是东海体育广场，有醉酒歹徒持刀在旁边想刺杀跳舞的皮包哥。电话那边愣了一下，喂，你是小朋友吗？结果还没有等治安署那边问清楚，潘林就挂断了电话。做好事不留名，请叫我雷锋。此时飞豹突击队队长郭德远正带着一群便装队员朝广场这边袭来。队长，这孩子在半个小时前在沿江路 ATM 柜台机将赎金存进了银行卡。根据那的监控显示，孩子存完钱后还打了一辆的士离开，车牌号码是东 NB9527。车子在市区绕了一圈后，他最后在体育广场下的车。报告队长，孩子的手机无法跟踪，怀疑关机。这孩子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啊！我怀疑他在柜员机是故意露脸，让我们以为他会继续逗留在沿江路，还关闭电话，打车绕圈。他这是在故意误导我们，这样他至少能给自己多争取1个小时。这孩子有点东西啊！呵呵，这个个人高马大的变装也太明显了。下一秒，潘林嘴角上扬，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然后立刻朝着便衣民警身后绕去。卧槽，孩子居然发现了，好快的反应啊！他兜了一个弯，怎么跑到这些便衣的身后？难道是要自投罗网吗？人群中的一个便衣感觉有人碰了他一下，卧槽，别在腰间的手枪居然不见了！治安员本能低头，又快速扫了一眼四周。郭队，我的枪不见了。
什么？你的枪丢了？枪可是你们的生命，你不知道吗？怎么会丢的？不知道啊，就是感觉被人碰了一下，然后枪就不见了。你的头如果不是连着，是不是不见了也不知道？配枪必须找回来。这是普法直播，全国观众都在看节目，现在已经超过10万人在线。飞豹突击队不能丢人。是。随着命令一出，整个飞豹突击队都动了起来。马德，这什么情况？抓一个孩子都丢枪了。作为一个突击队的成员，连个孩子都不如，该怎么跟潘局汇报？说时迟那时快，他的电话突然响了。潘局，郭队，多久能抓到那个孩子？不能让他闹下去了。郭德元想了想，还是不敢说丢枪的事情。潘局1个小时内结束。行，我等你一起吃夜宵。卧槽，那个孩子他偷了治安员的枪啊！牛逼啊，居然敢向治安员下手！哈哈哈，那个治安员居然还是一脸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表情。宵夜就算。结果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温总就黑着脸严肃问道：郭队，你的人枪被偷了吗？而且还是那个孩子偷的啊！潘局怎么知道了？下一秒，郭德远终于抓住了重点，枪居然是那个孩子偷的。哼，你们必须马上抓到人，将枪找回来。是。奇怪，马德，那个孩子怎么偷的枪？节目组是在哪里找的人才呀？等等，这个孩子不逃跑，反而还冒着被抓的危险偷枪干什么？此刻，潘林已经站在银行门口。这时有热心观众提醒他：小孩哥，你的积分已经2万了，哈哈，加上底薪1万，这次扮演奖励3万了。你要是再抢劫银行成功，这是大案件，直接10万。潘总给这些治安员上一课吧。站在银行门口，潘林快速浏览留言，3万了吗？还挺快啊！潘林的嘴角上扬，眼睛亮起来。对了，不知道我那个便宜爷爷是不是也在看节目，听警花姐姐的意思？这一期普法宣传还是他主导，这么说老头子应该知道我在办正事。随即，潘林将新偷的一部手机放入口袋，开始观察四周的环境。这抢劫银行是一个技术活，必须准备一下。这是普法宣传，自然不能直接用枪，我得想办法让银行配合自己的行动。心中合计着，他拐进入一个角落，先是换了一身装扮，然后戴上用100块钱买回来的面具。我去，这孩子不是真想动粗吧？话是这么说，小孩哥戴着面具，还真有点阿祖的影子。男的靠左，女的靠右，双手放在墙上，屁股抬高，哈哈。欢迎光临。片刻，大堂小姐姐上前走了过来，不由愣了一下。这是 cos 哪个动漫？哎，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努力，只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还不好找工作吗？结果还没有等他开口，潘林直接将领口的播放仪器拿下递给他看。这里是防范犯罪扮演的直播节目，我是扮演的犯罪人员直播。我没有接到上面说今天有直播的任务啊。这个直播节目是东海市治安署主导，你跟行长通报一下，相关的费用东海治安署会给你们结算。可你是个孩子，你才是一个孩子。潘林瞥眼小姐姐略显平坦的胸脯。东海市治安署的直播间还开着，不信你们可以自询。你们真是普法直播，没想到轮到我们银行了。这一期是小孩子扮演啊。小姐姐没在怀疑。没多久，一个广播从柜台里面传出：各位客户，你们好，不好意思在这里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东海市治安署刚好在我行进行普法直播宣传，接下来请在银行办事的客户配合犯罪直播宣传，当然耽误大家的时间也是有补偿的，每小时按200元计算费用。如果有急事，现在可以马上离开。1个小时200块呢，这是好事啊，我们本来就喜欢加班。200块钱1个小时，这比在书店当群演还值钱，还是没有技术含量的那种，而且还能体验剧本杀。谁呀？犯罪人员在哪里？不用等了，现在就可以开始。顿时办事员和客户都四处张望，结果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匪徒，只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小孩哥站在大堂中央。我只是送了一只小可爱给校长，可他却转身就跑，他跑他逃，他逃我追。很快，校长便联系了我的署长爷爷，两人偷偷联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场少儿普法直播，而我阴差阳错的接下了扮演反派抢劫银行的超级任务。难道他就是匪徒？就一个孩子吗？就在这时，银行保安走上前去阻止。小朋友，这里马上要拍戏，你先出去。结果话音刚落，潘林对着他的大腿就是一枪。虽然是道具枪，可是打在身上还是挺生痛的吧？你们被控制了，全部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配合我的工作，否则他就是下场。
这抢劫银行的绑匪还真是那个孩子呀！这时，柜台里面有个工作人员偷偷用手按下了无声报警器。温馨提示：检测到工作人员已经报警，请宿主尽快清除威胁。谁报警的？你出来！就是你！这个小孩哥居然能发现我的小动作，不过还好，只是演戏，没啥危机感。嘿嘿。潘林对着女柜台员就是一枪，她顿时吓了一跳。好疼！标记一下，他死了，不能拿到奖金。这小孩哥看起来并不像是开玩笑，我这是把到手的钱笑没了。没有奖金。小孩哥的话犹如一道闪电划过众人心头，他们一下子严肃了起来。不愧是潘总，用治安署的钱办抢劫的事。哈哈，我怎么感觉这孩子是本色出演？他现在就算是被抓捕，也已经赢了。潘局，那个孩子已经控制了东海银行。我操！什么这么快？他的手里还有枪，目前杀了一个报警的女柜员，打伤一个保安，凶狠得很。不对，抢劫银行，他怎么想出来的？我的小祖宗爷，潘家3代都是良民啊，这兔崽子怎么想到的？潘局强忍着冲动，立刻通讯郭队郭德远。他现在在银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立刻带着飞豹队解决抢银行的案件，不要再有人死亡了，全国观众都在盯着。这个孩子居然去抢银行了，不是他一个孩子哪里来的魄力？潘局没好意思说这是他家的子孙，于是他决定大义灭亲，不要手下留情，有机会立刻枪毙这个罪犯。郭德远第一次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不由得也变得严肃起来。导播组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孩子？别一个不小心在全国人民面前阴沟里翻船了。监控在哪里？虽然只是演戏，他也还只是个孩子，可我为什么有点紧张啊？在走廊最后一个房间，潘林用枪示意他带路，直接将监控室的电源全部切断。他一个孩子怎么懂这些？这一路居然有种面对真正抢匪的感受。片刻，潘林押着保安返回大堂，之前那个大堂小姐姐眼中满是惊讶。这小孩哥似乎比在电影片刻中看到的匪徒还要专业，居然还想着关闭监控，他的小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不能分心，要是一下子被干掉，1个小时200的机会可就没了。想了想，他主动对站在旁边的潘林提醒道：小孩哥，你应该关了大门吧？啊，对，你去将大门给我下闸了。就在他一路小跑过去的间隙，一个人影迅速窜了进来。大堂小姐姐当即被吓了一跳，用手捂着嘴巴。这也是演习的一部分吗？嘘！听到嘘声，大堂小姐姐忙时转头看了看，随即暗暗松了口气，还好没被小孩哥发现。这时，银行营运主管猛地朝着潘林走了过来。你好，我是这家银行的运营主管，请不要紧张。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吗？你是生活上的问题还是情感方面？为什么要抢劫？现在也出不去，你不妨说出来。他负责抚慰潘林的情绪，同时也是想着可以拖延时间。结果潘林直接用枪指着他，将保险箱的钱给我拿出来，放入这个袋子。说着，他从掏出一个质量不错的手提袋。营运主管的脸瞬间黑了。我操！本以为他是个孩子，能忽悠一下，结果才开口就踢到了铁板。小孩哥只是扮演反派抢银行，银行直接给他练功券，他却反手要求要真钞，简直太行了。我给你练功券吧，真钞票给我装。潘林再次冷然打断他的话，这个主管顿时也拿不定主意。之前的演习到了这个环节，都是用练功券代替钞票，难道说这孩子不清楚流程？就在他想着提醒一下小孩哥时，突然感觉到口袋中手机信息震动，他下意识看向了小孩哥。这是全国直播，这个时候来信息，要么是私人聊天，要么就是上面的指示。潘林点了点头，主管当即拿出手机点开了绿泡泡消息，配合他，有关损失治安署会支付。这配合就是我们不是主角。是。主管咬了咬牙，仿佛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装钱给他装。不一会儿，主管提着一大袋软妹币走了出来。这真的是普法宣传吗？感觉这孩子像惯犯，很专业啊。此刻直播间的观众不由炸锅了。我去，这可是真钱啊！不会真是抢劫吧？这是蓄谋已久的抢劫。这小孩哥是在强盗窝中长大的吗？长大了还得了？潘林掂量了一下这一大袋软妹币，心中不由得吐槽：你妹的，谁说的抢劫1000万现金还在街上健步如飞？这里100万现金都沉甸甸了，就这么一点儿，继续给我装。现在大额现金都需要提前预约，所以每天准备的预算都不超过100万。他话还没有说完，外面就传来乌尔乌尔的声音：治安员来了。众人纷纷望向银行大门，不过眼神中都没有惊喜，反而是透着一丝可惜。哎，这孩子肯定不是治安员的对手，1小时赚200块的好事就这样结束了。此刻在外面，
郭德远一手抓着对讲机，一手拿着喇叭准备喊话。整个银行的出入口在我的部署下，就算是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何况他还是个孩子。这场闹剧是时候结束了，不过到时得审审这孩子妙手空空的手艺是跟谁学的，说不定还能牵出一条大鱼。队长，柳如烟同志刚才借机冲进去了，现在已经混入人质中。柳如烟，郭德远不由一愣，将喇叭放了下来。柳如烟的身手还是不错的，何况对手只是一个小孩，他冒险进去应该是不服气。是啊，话说谁栽在一个孩子手里都不会服气，那就等着他给我们信息，里应外合将这个孩子抓了。马德不知道哪里找的孩子，我怀疑他祖上都是罪犯的，居然这么专业。普法现场因为普法直播的火爆，不少媒体的工作者纷纷赶来。大新闻呀！智勇双全的8岁大盗，治安员的配枪不翼而飞，普法教育才是真正的犯罪。现场一个记者把话筒递到潘局面前。你好，我是东海市现场记者，请问现在这个银行抢劫案真的是孩子扮演吗？听说银行里面的工作人员因为刺激了他，直接被开枪杀死，枪是你们丢的，你有什么看法吗？比如说你这个朋友的孩子，他那个祖上干净吗？潘局听着脸都黑了，这都涉及到家庭了。我们祖上3代都是大大的良民，这小兔崽子最近在学校是有点调皮，所以校长和我这才想着普法教育一下他，哪知道事情演变的又失控了。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也许这个孩子从小看了一些犯罪电影，他就偶然学会了。抢枪杀人抢劫情节已经很恶劣了，请问你们有把握快速破案吗？打击犯罪是治安员的天职，面对这样的命案大案，治安署的宗旨是逼迫。根据前方传回来的消息，我们的女治安员柳如烟同志已经前进银行，里应外合，相信马上就能拿下她。一瞬间，直播间众多观众纷纷震惊。普法女警花进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她不是刚被绑成小电影了吗？我还是想看看潘总再绑她一次，不然这就提前结束了吗？郭德远站在车边，再次拿起大喇叭。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出来，争取宽大处理。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做的一切将会成为呈堂证供。郭德远的喊话，潘林自然也听到，他当即怒喊道：滚！我不介意杀第2个人。我去，正常孩子有这样的底气吗？看来这孩子确实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背景真得要好好查一查。小孩哥只是扮演反派抢银行，他却叫保安扮演他躺大堂，结果狙击手枪一响，保安直接成了替罪羊，帽子叔叔直接破大防。保安，你过来啊！怎么又是我？这1小时200块的活不好赚啊！别人都是抱头蹲在原地喘气就行，自己吃了花生米还被呼来喝去，真他娘的憋屈。接着，潘林拿出一套衣服，你穿上这套蓝色套装，快，否则我直接毙了你！如果被打死的话，钱都没了，必须配合啊！他立刻换上便服，这时他才发现穿的跟面前这个孩子绑匪身上的差不多。绑匪这是要求我伪装成他，我去，外面的治安员不会对我开枪吧？动摇动摇。发现犯罪的小朋友可以射击哦，先锁定目标，我来稳住他。是。狙击手立刻用犀利的目光锁定着里面角落那个蓝色模糊的身影。小朋友，我们谈一下吧，差不多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认真。你作业做了吗？你是哪个学校的？怎么走上犯罪的道路？你家人知道吗？郭德远不断说话，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果然，听着我说到学校、家人之类的话，一直都没有动。射击。命中目标，冲进去。就在这时，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治安员听到砰一声，一阵生痛袭来，差点摔倒。卧槽，谁丢的石头？不对，我居然中弹了。这是哪个绑匪开的枪？绑匪不是已经被击毙了吗？紧接着，他身边的队员也陆续中枪。卧槽，什么情况？这孩子不讲武德，只是这枪法有点吓人，但无虚发。这枪法都超过飞豹突击队的队员了。那个身穿黑色衣服的身影从里面爬出来，哭着脸不甘喊道：你们将我击杀了，我是保安人员，我容易吗？对了，我是被自己人毙了，这样还有钱拿吗？认错人，杀死的是人质，这在营救行动中可是大事故。郭德远不由得心脏一紧，脸色瞬间难看起来。等等，这可是全国现场直播，不只是群众，署里面的领导都在看着，这下该怎么解释汇报呢？躲在暗处的狙击手同样也是一脸愕然震惊。卧槽，被这孩子上了一课，
话说谁会想到这孩子还玩套路，居然还想得出让人质伪装成他，引诱我们开枪。特么这哪里是个孩子，这是有计划的罪犯啊！此刻直播间的热度飙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去，反转！我还以为这孩子熬不过一泡尿的时间，打眼了。我就奇怪，这孩子为什么要保安换衣服？原来是在给治安员挖坑呢。小孩哥，这是吃什么奶粉大的？这个智商绝对130以上了。等等，警花不是已经潜伏进去了吗？真是又期待又紧张，比看警匪片还要刺激。郭队，你看接下来怎么办？先不急着行动，稳住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再杀人，让专家过来谈判。这个孩子一点底线都没有。随即，他看向了不远处的保安：“你继续扮演一下死人。扮演死人有钱吗？都老实一点，不要有什么异动，拖着时间越长越不利啊！最后一个弹夹只剩5颗子弹了。”想到这，潘林用枪对着一个身穿正装的中年男人：“你出去将外面的枪给我拿回来！”不要开枪，我去捡。刚走到门口，他就大喊道：“我是人质，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小孩哥只是扮演反派抢银行，他却叫人质出去假装要投降，结果却是在尸体身上搜出枪支弹药往回闯。刚走到门口，他就大喊道：“我是人质，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是里面的那个孩子让我出来的。”他硬着头皮解释着，跟着就走到扮演死人的治安员身边，在他们的身上摸起来。郭队，这个家伙在干什么？他要拿枪，里面那个小家伙通过人质给他拿武器。我去，这孩子还真是专业，这也没经过彩排啊。那现在怎么办？郭队，通过人质拿枪这一招高啊，让他拿。柳如烟进去这么长时间，准备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吧？中年人质拿着枪与子弹忐忑返回，小心翼翼地交给了潘林：“你再出去一下啊！那个外面的枪我都已经拿进来，快点的！”人质无奈硬着头皮再次跑了出去。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又出来了。又要干什么？这是警告你们，安排狙击手的下场。这孩子比想象中还要难对付。柳如烟在干嘛呢？不要给你机会还不中用啊！这个孩子天生罪犯吗？第二个人质被杀，这已经是真正的亡命之徒了。我的天，他不是扮演一下犯罪吗？来真的，只是叫你演一下，并没有叫你超越啊！正在观看直播的人全部炸了，看着屏幕的潘局也不禁更加慌了。完了，这么多人看着，小兔崽子他还来劲了？难道是因为我职业的原因？这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可是这么多同事也没有听说谁的孩子成长成这样啊！想着，他立刻拿出电话通讯郭德远：“你们行动啥情况啊？赶紧收网，不要让这个孩子胡闹下去。”是。潘局才结束通话，现场立马有人提问：“领导，这个孩子他什么家庭？这犯罪手段好熟练啊！”潘局嘴巴抽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现在也是2个头都大了，这手段作为老头子的我都不会。我也想问问这兔崽子在哪学的？他的家庭也是军警之家，可能是见多了吧。哎，这次的普法直播已经闹大了，这小崽子的身份肯定是瞒不住。看着现场眼神灼灼的众人，潘局无奈解释道：“不过现实要是有这样，他没有机会完成犯罪，这只是模拟。”模拟2字，潘局说的格外大声。领导，我倒觉得这比电影拍的还要逼真。不过可以将那个小孩哥罪犯抓起来。对，小孩哥罪犯，他如果没有深入研究过犯罪，不可能表演的这么专业。小孩哥罪犯，潘局的脸瞬间黑了。孩子是罪犯，那我这个治安署的署长算什么？罪犯的老爷子，特么潘家3代良民的形象，可能都要被这熊孩子毁在这场直播里了。银行现场，潘林刚走回大厅，就听到了系统奖励：恭喜宿主完成反派目标，奖励反派神级伪装术。此术可以让宿主的外表特征出现巨大变化，没人会觉得你是坏人。这系统的名字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正派，不过这系统还是很靠谱的。这个技能简直就是及时雨啊！看来童子哥也不希望我这么快被抓捕吧？融合。很快，有关反派神级伪装术的信息就犹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你过来，我配合，你不要杀我。眼看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是我？死了就没钱了。